昏迷了1年的植物人竟突然怀孕了。医生得知后立马报了警，警察也是一脸不敢相信，这不就是性侵吗？随后得到消息的父母也匆匆赶了过来。据他们讲述，女儿2个月前才从疗养院转来了医院，可就在警察将疗养院的所有人都列为嫌疑人时，父亲竟突然称知道凶手是谁了，但母亲却不相信，因为父亲指的是女儿的未婚夫，而女儿变成植物人也是他造成的，并且他曾去疗养院想杀了女孩，所以早就被下禁止令了。虽然有禁止令限制，但警察还是按例审问了未婚夫，可未婚夫否认了要谋害芬妮，因为他深爱着她，只是被父母误会了而已。警察当然不信他会被一纸禁令限制，逼着赶紧认罪。可未婚夫坚称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芬妮了，根本不可能犯罪。看他一脸真诚的样子，警察暂时放过了未婚夫，随后就着手调查起了疗养院。没想到竟牵出了恋尸癖。首先他们审问了与芬妮有直接接触的2名男性之一的主治医生，不料眼前的一幕立即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他竟在单独治疗病人，这不有的是机会作案吗？而医生也坦白也是这么单独治疗芬妮的。既然嫌疑越来越大，于是警察就让他提供 DNA， 哪知医生很痛快就答应了。搞定了医生后，警察又来找了第2个男人，也就是芬妮的按摩师，哪知按摩师也很愿意提供 DNA， 身正不怕影子斜。于是警察只好又问起了其他嫌疑人，包括未婚夫。不料按摩师竟证实未婚夫1个月前来过，他真的违反禁止令了。What exactly was he doing when you walked in? Sleeping in her bed. 这下未婚夫可实锤了，紧接着警察就来找他了。谁知未婚夫再次见到警察立马明白报了，只得坦白交代，现在每月都会偷偷去看芬妮一次。警察当然认为他看着看着欲望就来了，可未婚夫却否认了，称芬妮一到晚上就会显得焦虑，身体颤抖，所以我只是抱着她让她安静下来。随后他也很自愿做亲子鉴定。 I want to know who did this to her as much as you do. 至此，作为头号嫌疑犯的未婚夫都愿意提供 DNA 了，所以整个警方好似一下子又拿不准谁才是凶手。而就在这时，突然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芬妮竟然被转回了疗养院，可那是她被性侵的地点啊！这时候转回去肯定有问题。带着不解，警察火急火燎赶到了疗养院，正好遇到母亲也在要求交人，可院方坚称医生正在为芬妮治疗，不能见人。对此，警察可不管那一套，芬妮可是受害者，必须得到保护，于是直接闯进了手术室。不料做手术的并不是主治医生，而是他的同事女医生，她声称是主治医生让她来给芬妮堕胎的，这不明显是在破坏证据吗？因此主治医生的嫌疑直线上升了，警察断定他是在掩饰罪行。 You tried to destroy evidence in a rape case in which you're a suspect. No wonder you were so willing to give up your DNA. You knew you could fix it so there'd be nothing to compare it to. 哪知对于警察的指控，医生却声称如果不这样做，芬妮就危在旦夕了。警察当然不会相信，并表示这么做起码也得父母同意。结果下一秒，医生竟不屑地拿出了父亲签的同意书，于是父亲的行为就有点耐人寻味了。而父亲的解释是不想女儿生下强奸犯的孩子，但警察需要弄明白这到底是谁的意思。不成想父亲承认是医生告诉我胎儿有风险，所以我才同意堕胎的。 而且我每天都来看望芬妮，不想最终失去她。可当警察得知父亲每天都是独自探望后，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父亲不会就是性侵犯吧？看着警察意味不明的眼神，父亲也立即明白了他的想法，随即狠狠打了警察。本森当即就要逮捕他，但泰勒还是理解父亲的心情的，决定不予追究了。虽然最后保住了泰尔，可这对警方目前办案是不利的，因为泰尔需要再长2个月才能进行亲子鉴定，所以在那之前就不能朝 DNA 方向侦办了。警察不得不仍然走传统调查路线，而疗养院除了自愿提供 DNA 的员工外，只有一个清洁工不愿意，所以他的嫌疑相对较大。于是警方决定立马去审问他。不料清洁工的理由也很合理，他担心 DNA 检测不仅会暴露自身的疾病，影响买保险，而且还会暴露出他有前科，担心进监狱。可对于他的担心，警察都做了保证 ，DNA 只做亲子鉴定，并且如果你不能证明清白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深入调查和审问你，因为你能接触受害者。深夜只有你独自一人在这里。哪知清洁工被威胁后连忙辩解，独自在这里的人可不止我一个，还有一些搬运尸体的。警察立即明白他指的是谁了，随后就找到了曾去过疗养院的尸体搬运工永强，要求提供 DNA。去不料遭到了永强的拒绝，理由是担心被警察当作某些案件的替罪羊。可他越这样越引起警方怀疑。No, but we did find a drop complaint against you. The woman you assaulted a year ago. The woman you tried to choke. 听了这话，永强当即不淡定了。反称我没告他就不错了，因为是他偷了我的钱包。于是警察又找到了那个女人对质，不料女人竟表示是为了让警察抓住永强，我才偷他钱包的。当时我凌晨3点左右坐在鸡肉店里，永强过来买了一些，想和我一起吃。于是我们到附近旅馆一起吃鸡肉。可话没说完，警察就明白女人是个妓女，而女人也大方承认了。不过警察可不管他晚上如何挣钱，只想要真相。So we get up to the motel room. I ask him how he wants it. I'm supposed to strip naked, lie flat on my back, not move a muscle, not say a sound. He's the one who had a little problem,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Okay, so you laughed at him? He chokes you. No, I was very understanding till he started filling the tub with ice. Told me to lie in it. I'm like, no way. That's when he chokes me. 警察当即大吃一惊。 He was trying to lower your body temperature. Said he couldn't do it unless I really seemed dead. 警察当即明白了永强是恋尸癖，
而后又反身找上了他，将女人的供述一一说了出来，逼他交代也是这么对待芬妮的吗？但永强却否认去过昏迷病房区，并想赶警察走。可警察不但没走，还查出了永强的老底。For that, you were at Upson Funeral Home. What went wrong there? 永强当然不承认了，但想隐瞒是不可能的。随后警察就来到了绘图转生殡仪馆，哪知老板的口风也挺紧，警察只好给他上了点压力，当场就搅黄了一桩买卖，整得老板不得不老实交代。 We had some thefts, some jewelry, a few gold fillings. So we installed a camera. Wesley wasn't our thief, but I'm afraid we did catch him on tape. Doing what? The late Mrs. Thurgeston. 原来这就是永强离开的原因。接着警方就把现场的录像拿了回去，当面放给永强看。这下永强彻底老实了。可令警察没想到的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不承认性侵了芬妮。即使警察使用了各种方法拷问，永强仍是抵死不认。而看到他这个样子，黄博士分析去年永强嫖娼时就不行，所以对芬妮可能也一样，他根本没法让活人怀孕。而检察官也认为永强仅是恋尸癖，顶多算是不当性行为，最多判1年。随后就据此对永强提起了指控。可在对方律师的辩护下，法官允许他保释，这让芬妮的父母大为不满。但检察官也没证据，只能等2个月后做了亲子鉴定才有。可父母不想等待，于是见多识广的黄博士又提了一个方法，终于说服了父母。随后法医通过抽取芬妮的血液，勉强提取到了胎儿的 DNA， 结果不用和永强的比对就能判断，因为胎儿是 AB 血型，母亲是 A 型，所以父亲肯定是 B 型。可永强是 A 型血，因此不可能是他的孩子。好不容易找到的嫌犯就这样被排除了。接着警察赶紧翻找哪些员工是 B 型血，不料还真找到了一个，竟是老熟人主治医生，并且巧的是他具备成为凶手的所有条件。可医生很坦荡，明言可以验 DNA 以证清白吗？而就在警察无言以对之时，黄博士走了进来，并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刚刚对医生的其他女病人做了妇科检查，结果很是耐人寻味。警察立马让他做出解释，不料医生竟以不懂妇科为借口来回避。但黄博士跟他可算同行，当即拆穿了医生的谎言，医生这才不得不装模作样做出了诊断，但句句就是不提重点。于是黄博士直接指出，戴丽子宫上有个小伤疤。 Might seem more likely from a recent abortion. So you raped her too, and got rid of the evidence. 至此，医生终于挺不住要求找律师了。随后，警察就对医生和戴丽做了详细调查，得知医生每周有2天在一间生物技术公司兼职，研究帕金森症，而戴丽根本没有堕胎医疗记录，倒是4个月前有一例卵巢囊肿切除手术。巧合的是，这与伤疤形成时间相符，而更巧合的是，指导医生竟跟给芬妮堕胎的是同一人。大队长立即命令去审问他，哪知女医生不在医院，又巧合的是，她也在医生兼职的生物公司，这就更易上加疑了。接着，警察立马找到了女医生，可女医生根本不鸟他们，坚称主治医生不是强奸犯，而且芬妮确实有生命危险。谁知警察又提到了戴丽的情况，这下女医生算是无法隐瞒了，只能和盘托出，主治医生本来是研究帕金森症的，但是受政策限制以及缺乏资金无法进行。后来一个得帕金森的富豪资助了他，所以医生做出了造福人类的壮举。 Where's the greater good in rape? They weren't raped. They were inseminated. 没想到真相竟是这样的。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医生也坦白了，但坚称自己纯是为了医学事业，一点也没有从中获利。可警察严重怀疑他只是为了给富豪治病，才做出了侵犯病人权利的事。然而医生却主张医学发展必须付出代价，牺牲几个人就可以造福全人类，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 You get it? You're going to jail. I haven't broken any laws. You impregnated 2 girls against their will. What will? They barely have a pulse. 至今医生也不认错，口口声声只要将脐带血干细胞移植到富豪脑袋里就能救了他。见医生如此执迷不悟，警察也不再多说了，直接将他逮捕了。随后和检察官立马又来到了富豪家，打算拘留他，不料接待的却是律师。律师反驳富豪一点不懂医学，不知道医生具体怎么研究，他只是资助而已。至于提供的精子，律师也狡辩富豪提供了许多组织，包括尿液、血液等，他根本不知道医生如何处理那些东西，并且他身体现在很糟糕，也无法出庭指证医生，这就等于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完了。最后还撂下狠话，你们随便起诉吧，就不再搭理警方了。结果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检察官还真无法指控富豪，只能起诉2名医生。而后芬妮母亲出庭作证，女儿一直处于昏迷没有苏醒过，也就不可能同意人工受精和拿掉胎儿，所以医生的做法完全是违背了妇女意愿。可对方律师却辩解芬妮是一名器官捐赠者，因此认为她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选择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数以万计承受苦痛的人。这番言论当然遭到了母亲的抨击，芬妮很喜爱小孩，怎么会创造一条生命然后再让那个禽兽摧毁掉呢？ We trusted you. You promised you would do everything you could for her. Your job was to help Stephanie, not use her as a human petri dish. 但医生却没有丝毫愧疚，仍是大谈特谈治疗帕金森症的必要性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的贡献，企图博得陪审团的认可，但好像作用并不是很大。然而就在检察官即将胜诉之际，富豪竟突然愿意出庭为自己辩护了。
殊不知这就是个圈套。首先，富豪讲述了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博取了一圈同情，然后再为医生开脱，表示医生已经在动物实验上取得成功了，但新成果上市还要经过漫长的临床试验，我已经没那么多时间等政府批准了，所以才指使医生尽快取得脐带血。而且芬妮已经在1年前就离开了，但她的悲剧却能带给许多家庭重生的希望。然而检察官却质问：你那么有钱，为什么不找个代孕妈妈？结果富豪解释：我不是真想要孩子，如果女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受孕会承受很大负担，没想到还挺会替他人着想。可这些解释都没用，检察官仍是要控告他是共犯。 Young lady, look at me. Prison couldn't compare with what I'm facing now. Even if it's too late for me, it could end up helping millions. I'm willing to be the guinea pig. Please, let me make it happen. Please. 不料他的一通卖惨还真起了作用，最终只被判了轻罪。这整的警察很是愤怒，有人偷马精液去卖都被判了10年，怎么想偷胎儿才判这么轻？可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富豪其实是利用了法庭。这时芬妮母亲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富豪刚申请了婴儿的监护权，因为检察官已经在法庭上证实了富豪是孩子的生父，所以他一定能够拿到监护权。而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明白，富豪要监护权其实是为了取得婴儿的脐带血，最终他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警方对此却是没有任何理由阻止。